只为遇见你，前情回顾。你怎么了，赵司令？你发烧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啊？真的走不动了。这里昼夜温差又大，温度变化又快，这样很危险。我很怕连你都走不了。你去求援，找人来救我。赵司令，等着我。我恐怕没办法等你回来。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。大人把我救出医林的那个人，他在哪里啊？告知你的方位之后，就昏迷被送往医院了。至少我知道你现在是安全的。James， 我还能见到你吗？赵司令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遇见你呀，我终于相信，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，只为了遇见你。二位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菜已经点完1个小时，厨房问可以上菜了吗？再等一会儿吧，谢谢啊，不好意思。我来打电话催他们一下。哎，约好的11点，他们还没到，摆明是给我们下马威嘛。咱们来找点乐子，咱们赌，这样，1点以前如果他们不来的话，这顿饭你请，怎么样？好啊，跟你赌。你输了。看来是我请客，你掏钱了。吴老师你好，老师，慧慧，很久没见你，越来越漂亮了。学长，有些日子没见，你夸人的本事还是没有进步嘛。不好意思，让2位久等了。金芙蓉散使的杨总一大早就等在我们家门口，非要接我们过去看看，所以耽误了一会儿。没关系，逛这么久都饿了吧？入席吧。请。中午我请大家吃猪肚鸡怎么样啊？好啊！哎，那我们都先去占座吧。走，好，吃吧吃吧。哎，今天可不是发工资的日子啊！你怎么这么大方？我拿下比赛资格之后，我还没请大家吃饭呢。高姐，一块儿吧。哦，我不去了，你去吧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请你吃饭比请领导都难。文文，哎，这份设计稿呢，一会儿修改一下啊。周总，中午我请吃饭，赏个脸呗。哼，好啊，没问题。你先去，等一下我就来。快点。好。周司令，可以啊，都学会打小报告了。你不知道人事经理是我的球友吧？新人入职的时候呢，不是教过你的吗？要懂职场规则。你连职场规则都不懂，到哪里都做不好的。在东南亚你就骚扰我，故意派我去那个有危险的矿区。破坏职场规则的人是你，我一忍再忍，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选拔机会。可你还要玩手段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我玩什么手段嘛？不服气？不服气可以继续往上告啊！就算你告到居司长那里，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的。还有，你设计的那个什么雪花，看起来就冷冰冰的。而且里面还透着一股假正经。连你的设计总监都帮你打不了圆场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讲的呢？就算我让你去参加这个比赛，
你能保证拿冠军吗？知不知道吴小慈的女儿也要参加这个比赛？人家可是在海外获过设计大奖的，你呢？你凭什么？做什么事情，先搞清楚，动脑子。我看你真的需要补脑子，多吃点核桃吧，啊！大家都去吃饭，就你不去，这么不合群。于直，恕我直言，你们瑞华几十年来一直打造的是素金产品，在这个领域里面，你们算得上国内数一数二的。但是，在镶嵌类珠宝的领域里，你们瑞华一直差强人意，跟其他公司相比，差距还是很大的。吴老师说的对，瑞华以前确实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兄弟二人决定要跟紧时代的潮流，大力发展镶嵌类珠宝。因此呢，我们会比同行其他的人要拿出更大的诚意跟您合作，而且合作的空间会更大。而且我们发现呢，您近5年的作品都是采用东南亚最优秀的红宝石。我们为了表达诚意呢，已经在东南亚阿斯特矿区签署了合作协议，您可以看一眼。还真是被你们给签下来了。但是我听说，你们公司的穆子云掌管着整个的产品系列。也正是因为穆子云不重视镶嵌类的产品，所以呢，一直都没有做起来。你们怎么保证，我们合作以后，你们瑞华会全力以赴地支持我们瓷炼？吴老师，这份是我们的详细策划，我们保证会在市场、销售和供应链上给瓷炼最好的资源。来，吴老师，乖乖，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。来，思成，你说我的设计是不是真的不够好啊？高姐，吃饭的时候呢就好好吃饭，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，这些啊不要混为一谈。你的口气啊，跟我的外公一模一样。是吗？我有这么老派吗？那是成熟和温暖。算你会聊天。对了，你在东南亚的时候没有吃亏吧？你都知道了。当时周迪他没有得逞，正好有人帮我解围了。我没有跟你说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交给人事部去处理比较好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你很勇敢，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不想连累我，我怎么会怪你？我只是希望以后周迪要是再对你有什么不轨的行为，你要及时告诉我。对了，前面一个海风书屋一会儿有一个发廊讲座，请的讲师挺有名的，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过去听一下。好啊。玉芝，上次我只是答应和你一起吃饭，并没有答应你把我妈妈也一起带来，所以这顿饭不算上次约的，你还欠我一顿。妈妈是你自己带过来的呀？好了。什么请一顿饭吃一顿饭的，多无聊啊！我直接帮你夺大赛的冠军怎么样？珠宝设计大赛又不是玩桌球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敢这么说呢，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实力，所以啊，不要辜负我和我哥的信任哦。那上次玩桌球我不是也输给你了吗？我可郁闷了好久。这有什么好郁闷的？下次你挑一样，我让你赢。不好意思。喂，
于先生您好，你找的 Miss J 已经到店里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你有事儿啊？好好想想，要赢我什么？顾老师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哥，我先走了。这些年变化真大，都快认不出来了。你这个忘了自义的混蛋！对，我是混蛋，但你应该清楚，失去了这次机会，我可能再也没有出头之日。我要证明我自己，我不想自己的才华永远被埋没。真难看。我画的好看，你看看。画的就是难看，比我画的难看。我比你画的好看，你自己看，比你画的好看。啊，我的本子！啊，你不要踢我的本子！你不要踢我的本子！这是潘越吗？小朋友，大人没教你不能欺负人吗？潘越，潘越，你不记得我是谁吗？我是高海啊！他把我的蝴蝶都弄脏了。这是你画的？出了什么事了？啊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给我蝴蝶。好脏啊！潘越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其实珐琅工艺在中国早已有之，只是处在一个原始的状态。在外来工艺的影响下，珐琅工艺先后于13世纪和17世纪的初期逐渐发展起来。尤其是在15世纪的中期前后极为兴盛。在中国的悠久的工艺文化史上，珐琅工艺可以说也是最年轻的设计。你好，请问 Miss J 在哪儿？在那边3号桌。经烧炼而成固态后呢，再经研磨成粉，然后呢将其填入画在器表的掐丝的花纹内，其中这个掐丝花纹一般是用铜丝。哎，你干嘛抢我手机啊？开别人玩笑好玩吗？我们做什么了？你这是在侵犯他人肖像权，知道吗？没那么严重吧，哥哥。我们只不过是看你长得帅，想拍你几张照片而已。然后发朋友圈炫耀是吗？原来被你发现了，没劲。我们俩就是打个赌，看看这个海报是真的寻人启事啊，还是什么书店搞的活动噱头。我不知道，现在居然还有人用
海报找人，这么老土的办法。哥哥，你以为你在拍电影吗？这么说，是你赢了？是啊，我赢了。我谢谢你，谢谢你相信我是真的在找人。那我只起诉他一个人就好了。不是，你不会真的要起诉我吧？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很好笑吗？我在找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故事也没说完，不知谁和我虚度这漫长时光。风吹过停留，吹走我的雨伞，都是因为你让我等了又等，在这里。遇见你呀，带给我所有的偶然，全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灌溉。遇见你呀，给你我所有，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。外公，我回来啦。小杰回来了，妈妈呢？睡了。哦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小心划破手啊！没事儿。白天呀，你妈妈不小心打碎了一花瓶，心里难过，连觉都不睡了。我为了哄她睡觉，我就说，我用这些碎瓷片给你镶一个首饰，这样她才睡了。不过她说明天一早就要看到我做的这个瓷片首饰。瓷片都可以做首饰啊？玉石、贝母、珍珠、宝石、钻石，可以做首饰，瓷片怎么就不行呢？外公说的对，任何材料只要美就有价值。陶瓷的光泽、颜色都能带来别样的美，而且尺寸都能根据设计进行调整，确实是用来做首饰的好材料。对呀。今天我又学了一招。交学费吧。对了，外公，你觉得对于珠宝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最近在设计上面遇到一些问题，总觉得我的设计冷冰冰的。光掌握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一些基本的技术，那只能算是一个匠人。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设计师，一定要有灵气。可是，怎么才可以让作品更有灵气呢？你们设计专业嘛，我不懂，但是从做首饰的工艺角度，我师傅曾经跟我说过，不管做什么，都要用感情啊，不管用什么材料，用什么工艺技术，采用什么设计方案，在你做的时候，
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进感情。投入了感情，你做出来的东西，它就有感情，就是活的，就有灵气。是啊，有感情的首饰才是活的。对，模仿别人的东西是不会有感情的，有感情的东西你也模仿不来。小姐呀，每一件珠宝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，这些藏在里面的故事，别人是偷不走的。我明白了，外公，谢谢你。Double espresso。晚上喝这么浓的咖啡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，越浓我越喜欢，和时间无关。说吧，这个点约我出来，想打听什么？下班时间，不谈工作。别假正经了，你和我之间什么时候有过私事啊？似乎你妈对我们还不是很满意。我妈这个人呢，做事情稳中求胜。今早去了金芙蓉，前几天也已经去过了凡思，后面还有7、8家公司等着她去考察呢。等她考察完再说吧。慧慧，你我之间呢，就不需要那些商业的谈判套路了。你已经了解过瑞华，穆子韵确实掌握了绝大多数瑞华的权利。这也是我们犹豫的地方。但是瑞华未来的董事长，只会是，也只能是我。于直跟穆子韵有私人恩怨，为了扳倒穆子韵，他一定会来帮我。而我，对整个珠宝行业有更大的想法。瑞华是我推进行业变革的第一步。你应该知道我在学校时候的抱负，所以你应该相信我的诚意。你已经看过瑞华的计划和方案，我相信，业内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开出比我们更优厚的条件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。好，我记住你的话。对了，你那个堂弟于直，在瑞华是什么职务？于直还没有正式进入瑞华，但是阿斯特的合同是他谈下来的。他呢比我小2岁，10岁就到国外去读书了，喜欢户外运动，在国内投资了一家攀岩馆，最重要的是单身。怎么样，够详细吧？还差一个攀岩馆的地址。好，一会儿发你微信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和于毅喝了杯咖啡。看来你已经倾向瑞华了。我们考察了这么多间公司，没有一间你觉得更合适的？妈，我觉得于毅和于直说的挺有道理的，他们的不足恰恰就是他们的优势。比如我们今天去的金芙蓉，他们有8个钻石品牌。还有前几天去的凡思，我听说他们那边有一个伦敦圣马丁毕业，拿过珠宝精工大奖的设计总监，叫什么思成的。我觉得如果我们跟他们合作的话，发挥的余地不大。说的倒是有点道理。
但是金芙蓉跟凡斯毕竟是做钻石的公司，我觉得你应该从专业性上多考量考量。妈，这点看法我跟你不一样哈。我要做什么，就一定是独占鳌头、独一无二的，绝不和其他的小鱼在同一个水池里争资源。尤其像瑞华这种曾经辉煌过又每况愈下的老字号，如果我的设计能拯救他们的业绩，我觉得非常有挑战性。妈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考虑考虑的人是你。好，我考虑考虑。爸，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回来了。哦，约了协会的老李吃饭，聊到兴头上就晚了点儿。你不是说去美院找王主任吗？怎么又跟协会的人吃饭去了？啊，王主任临时有事，他说改天约我。阿海，你这2天好像气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因为刚回国，时差还没倒过来？啊，有吗？过2天自然就好了。我去画室待一会儿。爸，回国以来，我们好不容易坐下来一起歇一会儿，你就不多陪陪我们？爸有一幅很重要的画没完成，等画完了一定陪你们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爸你快去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妈，过2天就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了，爸爸肯定和往年一样，在画我们一家3口的全家福呢。我把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你们了，今后每年我都会给你们寄钱。你放心，你们的生活一定会有保障的。可是我们不要钱，我们只要你留下来，只要你留下来。我等了这个机会已经太久了，你理解我好吗？可是为了这个机会，你就那么狠心，非得要跟我离婚吗？你也是设计师，你应该明白对我这种学油画的去美国深造意味着什么。可是你不能那么不负责任！你忘了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说什么了？你说过你不离开我的。现在女儿都2岁了，你不能扔下我们不管。那些话，你就当我没说过。阿海。你这个混蛋！在画蝴蝶。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还是放不下他？
我能看一下吗？嗯。说说你的理念。上次我没有把握好命题要求，这一次我选择了东南亚的翠鸟作为设计灵感。它象征着平息风暴，带来祥和，把希望送给爱的人。在配饰上，我加入了彩钻和彩色宝石，用微镶工艺来展现翠鸟身上的羽毛。司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好，远比我想象的要好。只可惜比稿的时间已经结束了。不过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才华，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。有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加油！子云啊，哎，我做了一点莲蓉月饼，待会儿大家一起尝尝。您真是的，干嘛那么辛苦自己做呀？出去买不就行了吗？去年我不是做的鲜肉月饼，大家很喜欢吃吗？我今年啊就换换口味，抓住大家的胃，让大家经常回来吃饭。那吃饭呀，吃饭之前您别忘了还得吃药啊！来，谢谢你啊，没事。呀，于志回来了。奶奶。哎呀，于直回来了。你看，刚才我还跟妈这儿念叨你呢，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回来吃中秋节的团圆饭。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看来你这心里啊还是有家的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当然要回来吃饭了。这有什么可好奇的？于志难得回来一次。这样，你就坐奶奶边上，好好陪陪奶奶。坐下吧。对，快坐吧，吃饭了。来，我妈照片呢？我妈照片呢？啊？我才刚走2年，照片就收起来。某些人，你是连一张照片都揉不下了吗？玉芝，刚回家就发脾气。照片是我收起来的，放在抽屉里了。这么摆着不是挺好的吗？搞得好像我们所有人都忘了我妈一样。你对我有怨言？奶奶，我不是对你有怨言，是谁藏的照片，我心知肚明。玉芝，照片是谁收的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从过去的事情里头走出来。这么多年，我们谁都没有忘记你的妈妈。走了的人，我们要放在心上；活着的人，我们好好的相处。我觉得你妈妈要是活着的话，也会希望你朝前看的。穆总发生了那么多事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穆总来我家这么多年，劳苦功高。穆总啊，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您跟我说，我改。玉芝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没有什么看不惯你的地方。其实，我最想的就是你在外面能够平平安安的。你有空回家的时候，可以看看我们大家，看看奶奶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干嘛在家里还穆总穆总的？啊，你就不能叫声阿姨吗？你小时候不是都叫阿姨的吗？怎么越长大越不懂事儿了？是。您都说了，我是小时候叫穆总阿姨，我现在这个年龄，再加上穆总的地位，我怎么敢随随便便叫你阿姨呢？妈，没事的。
其实呢，于之小的时候，我一直忙着在外面工作，的确是没有替他妈妈照顾好他，这都是我的不好。于之啊，这碗汤就算阿姨给你道歉了。呦，穆总都给我亲自盛汤了，哪敢有怨言呢？是不是？阿芝啊，阿姨是诚心对你的。她没孩子，这些年她也很辛苦。你都长大了，对人啊，要谅解和包容。叫声阿姨，全家和和睦睦的，不是很好吗？让你叫声阿姨就这么难？不等我吃饭呢吧？哎呀，上你班的时间太长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哟，八位儿子回来了，现在是越长越帅了啊！啊，我刚带回来瓶好酒，咱们爷俩好好喝一杯啊！看你像个什么样子？像个当父亲的样子吗？怎么了？这大过节的喝杯酒不行啊？这是家，不是酒吧，像个家的样子吗？既然二叔回来了，我们人都到齐了，奶奶，要不我们开饭吧？行了，别闹了，坐下来吃饭。奶奶别生气啊。你吃。你别忘了，你是有身份的人，你是有老婆有孩子的。你就算不顾及我的感受，你也该想想阿芝的感受。我这叫笼络人心，你懂什么呀？这种鬼话你都编得出，你太无耻了！光华，你来干什么？他把文件落在车上了，我来给他送文件。小雨，真是一丘之貉，再无耻的话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，都那么坦然啊！其实我在公司的职位比你高，是因为我脚踏实地做好的。至于光华，那是他死皮赖脸的非要缠着我，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管好你丈夫；你要真没本事，那至少也得管好你的嘴啊！没完没了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一开始就不喜欢你，是你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非得把我妈搬出了我没办法了才娶的你。我再告诉你一次，别以为有了一结婚证你就能管得了我。走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怨什么，但这就是这个家这些年来的常态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是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他怎么能？是，虽然我也不太赞同奶奶的做法，但是从瑞华创始人的角度上来说，我可以理解奶奶的苦衷。
瑞华是爷爷奶奶一手创立的，所以从有些角度上来说，可能比自己生的孩子还重要。穆子云在公司的地位，没有人可以替代，他比任何人都重要，所以奶奶对他有点偏心，也是情有可原嘛。奶奶只是想找一个理念跟他高度一样的接班人。你能明白就好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奶奶一直让我跟着穆子云学习的原因。再加上前些年的一些事情，奶奶还对你有点偏见，所以我们想变革瑞华，给老公司注入新鲜血液，没这么简单，咱们还得努力。好了，别跟奶奶去，她让你喊阿姨你就喊，要不然的话，不就等于把奶奶推向穆子云那边吗？我要去澳门出差，跟我说。没钱。跟我来这套，还不知道你装腔作势这套，在我妈那儿有用，跟我这儿没有。你这是去出差吗？你不就去澳门花天酒地，也不嫌丢人。丢人？丢什么人？我花自个儿家的钱去办我该办的事，我丢谁的人了？我现在从你这儿拿这么点钱就开始心疼了是吗？啊？你别太过分了，余光华。过分？会比你诬陷我儿子扔了公司买的全部红宝石更过分？我妈一怒之下让阿直去国外读寄宿学校去了，你没了眼中钉，你倒是高兴了。我儿子不认我这个爹，行，我就当娶你这个老婆是招了个秘书。我当初这么做，只是想吓唬他一下，给他一个教训，好让他不要一直跟我作对。哎，倒是你这个当爹的为了还债，偷着瞒着把红宝石给卖了，害得公司当年资金差点断裂，还得把股票卖了给周一贤，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。现在你要跟于之去告发，好啊，你就把整个故事全告诉你妈，看你妈能不能原谅你。咱们两个人现在是一根绳似的蚂蚱，有黑锅也得一起背，用不着分那么清楚。瞪什么眼呢？瞪出皱纹来，可就不漂亮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哎，你不给我，那我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呗。这就对了。记住，你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瑞华的，你呢又生不出个一男半女来，这些钱早晚都是我儿子的。我劝你一句，心态要摆好一点。喂，是我。东街的那个店铺不用续租了，直接关店，把钱给我收回来。吴总，可是店铺上个月业绩达标了。再说于直回来了，那可是他妈妈当年工作过的地方。要是真的关了，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他的呀？就这么定了。这张设计很不错呀。是，我也觉得周司令这次的设计很有新意。我们前段日子不是有内部比稿活动吗？这交上来的稿子我都看了，大都差强人意啊，倒是少了这张好稿子。你们是怎么评的？是，但是这张稿子交上来的时候是在上次内部的比稿结束之后，所以我们内部比稿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？是选出好的作品，对不对？不要让那些虚的流程掩盖了真正的好的设计。
我不希望看到类似的事情再发生了。我不明白当时我们公司在做内部评选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选出那么优秀的作品呢？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所谓的一致认为，可以再专业一点，再谨慎一点。代表公司参加比赛，其实代表的就是公司的品牌形象。董事会要的是万无一失。现在我宣布，这次的比赛由 Jocelyn 代表公司参加。Jocelyn， 好消息，那个匠心年度珠宝设计师大赛怎么了？喂，有什么话一定要偷偷摸摸说吗？刚才高层会议决定让 Jocelyn 代表公司参加。什么？我吗？嗯。你怎么来了？来找你约会啊。这次我抓住你了，绝对不会放手了。我故意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半个小时，结果呢，皮相首饰的于直还是没有出现。请你转告于直，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，他这样几次3番的浪费大家时间，我觉得可行的方案就是不要再合作。喂，到底是什么人什么事儿，能值得让你去放高会鸽子？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。我劝你还是理性一点。要真把人给惹怒了的话，我们后面的计划怎么进行？我一定不会因私废公，高会就交给我处理了。你来干嘛呀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能请你喝下午茶？